果然，人强烈的自卑会使人莫名其妙的变得非常无理。本人看上去就是那种油腻的中年男人，一提到公务员，脑海里就蹦出2个字：无聊。没想到7年前的一场相亲，如今看来堪称贬低式择偶避坑指南。成年人相亲最重要的一条，就是懂得识别自卑式攻击。这期女嘉宾的素质和教养，让人认识到，当一个人开始无差别挑刺，嫌弃的可能不是你的条件，而是他面对你条件时那份手足无措的自卑。其实我是一个声控，所以刚才就是在看视频的时候，其实我对你的期待是最大的。这个一会儿让他坐我边上好不好？本人看上去就是那种油腻的中年男人，跟我印象当中一点都不一样。当听到男嘉宾的学历时，女嘉宾展现了什么叫做川剧变脸，前一秒还说对你期待最大，转头就给对方贴上油腻中年大叔的标签。注意，他特意强调本人看上去，潜台词仿佛在说学历再高有什么用，还不是配不上我的审美标准。你平时穿衣服都是这样子的吗？对，因为你知道我的职业原因，可能就对服装这一块会比较在意。要看，所以您来评价一下。对，我不喜欢，从上到下，从里到外，我都不喜欢。一个靠外表吃饭的模特，却用最肤浅的标准审判别人的穿着。当男生礼貌性的评价时，他甚至连基本的社交体面都懒得维持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男生那个抽搐的嘴角，是无奈，是震惊，还是终于看清这场审美批判背后不过是自卑者的虚张声势？没关系，你继续说，我听。这可能是我跟他这辈子就是唯一相处的30分钟，所以就说吧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吧。男生的回答堪称教科书级别教学。当一个人开始用挑剔掩盖自卑，最好的回应不是反驳，而是让他表演失去观众。而这种自卑驱动的攻击性行为不仅仅存在于伴侣之间，大家在职场和生活中有遇到过这种突如其来的恶意吗？但是你知道吗？有时候不要跟女人讲道理，你哄女生一句话比你讲10句道理有用的多。你知道，其实有时候女生跟你吵跟你闹，她不是要听那些道理，道理谁都懂，道理谁都可以跟她讲，但是你是我的男朋友，你能给我什么，你能给我讲什么人家不能给我讲的东西。就还那话嘛，就3观真的比5观要重要。他刚才坐下，我就觉得可能不是太能聊得来。她就是个小公主，要求男生提供专属情绪价值，却拒绝理性沟通，这种将对方视为情绪攻击者而非平等伴侣，让我看到了他的精致的利己主义。眼看自己不喜欢他，转头又选了一位阳光大男孩，结果又给自己整破防了。女嘉宾先是询问了男嘉宾的择偶标准。父母这一块对于外地女生的要求是希望是本科、研究生学历也比较好。我自己来看的话我觉得学历差不多就好。你觉得差不多是多少学历？至少是本科吧。女嘉宾就差把吃人2字写脸上了。此时小伙伴并不知道，他无意间已经伤到姑娘的自尊。女嘉宾早已做好了战斗准备。一提到公务员，脑海里就蹦出2个字：无聊。无聊。我觉得选择公务员这个职业，可能你对未来30年、40年、50年，你的生活你就一目了然了。你知道你未来几十年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。这不仅是吐槽对方的职业，更是给人家一生判了无期徒刑。而他的恐惧不是来源于稳定，而是自己那套需要在聚光灯下表演的剧本，在规则化的生活里找不到舞台。我不反对这种生活，但是我自己是过不了这种生活的。因为从24年前我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天空就闪过一道光，这个女孩子一定不是普通人。在他眼里，公务员就等于没有上进心，即使对方已经解释公务员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整天在办公室喝茶，还是在做实事的。所以以后就是想要立志成为一个更优秀的公务员，是吗？我不喜欢公务员，也不喜欢公务员的生活，就这么简单。在接连遭到女嘉宾居高临下的挑剔，这次约会也以失败而告终。方正对他也从刚见面的好感转变为相处后的无语。此时男嘉宾给出了和查迪一样的评价，稍微把姿态放得随和一点，可能更容易跟人交往一些。也不要说打压哪个职业怎么样，你否认我这个人，或者你找我这个性格啊，或者什么毛病，但是你单纯对哪个职业不感兴趣，我觉得比较草率一些。果然，成年人的择偶最重要的一课就是学会识别自卑式攻击，它能让你瞬间看懂，所有无端的贬低都不是你出了问题，而是对方困在自卑的恐慌中对你发起的自救式轰炸。查迪和方正敢于直面他的无理，坚守自己的底线，这种清醒和格局远比任何外在条件更难得。健康的关系从来不会从贬低开始。
当你发现一个人习惯用挑剔代替沟通，用攻击掩饰慌张，最好的回应不是说服，而是离开他的战场。你无需为别人的自卑负责，更不必成为他自我证明的台阶。站稳你自己的价值，就是对这类人最彻底的降维打击。这种自卑式攻击从来都不分性别，不分场景。它可能是相亲里无端的嫌弃，是职场中莫名的打压，是生活里突如其来的恶意。那些看似毫无逻辑的挑刺，居高临下的否定，本质上都是自卑者的自我救赎。他们困在自己的认知局限里，无法接纳他人的优秀，更无法与自己的平庸和解，只能通过攻击别人来掩饰内心的慌张与不安。查迪和方正的清醒恰恰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。面对这种攻击，争辩和反驳只会陷入对方的情绪陷阱，试图说服更是徒劳。最好的回应就是像他们那样守住自己的价值底线，不被他人的评价裹挟，让对方的表演失去观众，让自卑的喧嚣自行消散。你要知道，所有无端的贬低都与你无关，不过是对方把自己的自卑情绪强加在了你的身上。成年人的相处，无论是择偶、交友还是共事，学会识别自卑式攻击都是一堂必修课。它能帮我们避开无谓的内耗，看清那些恶意背后的真相。你无需为别人的自卑负责，更不必成为他们自我证明的台阶。站稳自己的立场，认可自己的价值，不被他人的情绪绑架，这份清醒与坚定，就是对自卑式攻击最彻底的降维打击。愿我们都能在关系里保持通透，既能识别他人的自卑伪装，也能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不轻易用攻击掩饰慌张，更不被他人的贬低消耗自我。健康的关系从来都是彼此尊重，互相滋养，而非用挑剔博弈，用贬低取暖。这大概就是这场相亲视频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。